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電視劇殺青的那天，北京的傍晚天空被餘暉染成了金色，城市在落日的映照下顯得格外溫柔。經過數月的緊張拍攝，劇組終於迎來了收官的時刻。燈光、攝影機、道具、服裝，每一個細節都在這幾個月裡承載着演員和工作人員的汗水與努力。而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裡，王一博與趙麗穎的名字意外地成為了網絡熱議的焦點。拍攝結束後，王一博被目擊邀請趙麗穎共進晚餐，這一消息在網絡上傳開得非常迅速。兩人選擇的餐廳位於北京一處高檔地段，是娛樂圈內頗為知名的私密場所，常常接待明星或 VIP 客人，環境幽靜，裝修雅致，強調隱私保護。在鏡頭外，他們可以暫時擺脫公眾的注視，享受屬於自己的片刻寧靜。這種選擇也讓圍觀者和粉絲聯想到，這次晚餐或許不僅僅是普通的職業聚餐，而可能藏着更多未被公開的故事。當天的晚餐氛圍被賺得頗為神秘，餐廳內部的燈光柔和，牆面上懸掛的藝術畫作映出微弱光影，輕音樂緩緩流淌。有人從窗外看見，兩位明星並未急於入座，而是低聲交談着，彼此的動作中帶着微妙的默契。王一博穿着一件簡單的深色夾克，神態放鬆卻帶着幾分專注。趙麗穎則選擇了淡灰色的風衣，搭配同色系貝雷帽，整個人散發着淡雅而溫柔的氣質。她微微低頭，手指輕撫着咖啡杯邊緣的光澤，那一瞬間的動作，仿佛流露出平日難得的輕鬆與安寧。餐廳外的目擊者回憶說，黑色的車輛停靠在餐廳門口不遠處，一切都顯得井然有序，沒有明顯的喧鬧或追逐記者的情景。兩人的出現被巧妙地安排在角落的 VIP 包間，既保持了社交禮儀，也讓他們有機會在一天緊張的拍攝之後好好交流。餐桌上的擺設簡單卻精緻，幾道精緻的小份料理擺放整齊，仿佛專為兩人設計，帶着低調的奢華感。這次晚餐並非完全沒有跡象可循，在拍攝現場，細心的工作人員曾注意到，王一博在殺青結束後獨自坐在一旁翻閱劇本，眉頭微微皺起，神情若有所思。隨後，他低聲拿起手機，快速輸入了一段文字，然後看向趙麗穎。幾分鐘後，趙麗穎的手機屏幕亮起，她的表情微微一笑。雖不知文字內容，但這一微小的互動立刻被敏銳的網友解讀為暗示，引發了無數揣測與討論。網友們在社交平台上迅速發酵，討論聲鋪天蓋地。有人猜測這是一場單純的工作慶祝晚餐，有人認為背後可能隱藏着更私人的關係。照片雖模糊，卻依然足夠讓人產生聯想。兩位演員安靜地坐在一起，交流不多，但氛圍卻顯得格外自然。粉絲們的熱情也被點燃，他們在微博、論壇和短視頻平台上熱議這次見面，每一條評論都充滿了期待與好奇。然而，無論外界如何解讀，這頓晚餐對於王一博和趙麗穎來說，可能只是一次簡單的相聚。對於習慣在鏡頭前生活的他們，這種私下的交流本身就極其珍貴。無數的拍攝任務、公開活動、採訪宣傳，讓他們的日常幾乎被安排得滿滿當當。而這次晚餐提供了一個可以喘息、可以短暫放下身份壓力的機會。在晚餐中，兩人被目擊多次交換眼神、輕聲交談，但沒有過分的肢體接觸或誇張動作。對於外界而言，這種微妙的互動充滿了想象空間，而對於他們自己，則是一種簡單、真切的交流。或許是對彼此努力的肯定，也可能是對工作結束後的輕鬆慰藉。無論如何，這一幕被偶然捕捉到的畫面，
瞬間成為了網友和媒體的討論焦點，也讓他們的名字在網絡上迅速升溫。最終，這頓晚餐在靜謐中結束，兩位明星離開餐廳，駕駛各自的車輛消失在北京的夜色中，留下的是熱議不斷的網絡世界和無數粉絲的遐想。有人說，明星的生活總是被聚光燈照亮，但正因為這樣的私密瞬間，才讓人對他們的真實情感充滿好奇。殺青晚餐或許只是一個簡單的聚會，但在大眾眼中，它卻承載了太多故事，太多期待與猜測。殺青當天，攝影棚裡的空氣仿佛還殘留着連日拍攝的緊張氣息，每一個燈光，每一台攝影機，每一個道具都在默默地記錄着演員們的辛勞與付出。清晨的光線透過落地窗灑進片場，映照在牆上各式各樣的拍攝布景和道具上，帶着幾分溫暖，也映出每個人略顯疲憊卻專注的身影。工作人員在後台忙碌地檢查設備，演員們則抓緊時間熟悉台詞和動作。每一次排練，每一次拍攝，都像是在為一幅複雜畫作的最後一筆做準備。隨着最後一個鏡頭的完成，導演的聲音終於響起：“收工。”這一聲簡短而有力的指令，仿佛點燃了整個片場的情緒。原本緊繃的神經瞬間鬆弛下來，大家相互對視，笑意悄然浮現。攝像師放下手中的設備，燈光師靠在操作台邊深呼一口氣，連平時少言寡語的道具組成員也忍不住輕輕鼓掌。演員們相互投以微笑和鼓勵的目光，仿佛在說：“我們做到了。”這一刻，片場充滿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溫暖和成就感。王一博與趙麗穎也在這一刻緩緩鬆開緊繃的表情。他們走到片場中央，彼此交換一個輕輕的眼神，帶着幾分疲憊卻又欣慰的微笑。王一博額頭上還有未乾的汗水，白襯衫貼在身上，但他的眼神中透着一種完成任務後的滿足感。趙麗穎則整理了一下淡雅的髮絲，輕輕抬頭看向拍攝屏幕，眼中閃爍着對最後成片的滿意與自豪。兩人站在一旁，似乎在靜靜享受這一刻的氛圍，不需要過多言語。此時的片場，掌聲與歡笑交織，伴隨着工作人員的低聲交談，像是一首溫柔的旋律在空間裡流淌。助理們相互打趣，化妝師收拾化妝台上的工具，燈光師和音效師互相碰了碰肩膀，仿佛在無聲地慶祝這段辛苦的旅程即將畫上圓滿句號。即使是最普通的工作人員，也在這一刻感受到了一種從心底湧出的成就感。他們參與了一個充滿汗水與努力的團隊項目，而這份成就屬於每一個人。導演走到王一博和趙麗穎身邊，輕輕拍了拍兩人的肩膀，說道：“辛苦了，大家都表現得很棒。”簡單的幾句話，卻讓兩人微微點頭，眼中閃過一絲感動。趙麗穎低聲回應：“謝謝導演，也感謝整個團隊。”王一博則笑着說：“這一刻真的值得銘記。”話語雖輕，卻包含了長時間合作的默契與彼此的理解。在工作人員逐漸收拾設備準備離開的時候，王一博和趙麗穎並沒有急於離開。他們站在拍攝現場的一角，看着曾經陪伴他們數月的布景和道具。每一塊布景，每一盞燈光都承載着他們共同的回憶和努力。有人悄悄地記錄下他們的這一幕，兩位演員沒有過多的言語，只是安靜地站着，眼神中有一絲不捨，也有一種完成使命後的釋然感。隨着片場的燈光慢慢熄滅，工作人員陸續離開，王一博與趙麗穎走向後台，繼續整理自己的東西。他們偶爾輕聲交流幾句，內容大多是拍攝細節或者彼此的感受。儘管外界可能看不到，這種簡單的互動卻透露出兩人在長時間合作中形成的深厚信任。即便是最短暫的一句問候，也讓彼此感受到了一種溫暖和陪伴。殺青的這一刻，
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節點。它不僅意味着拍攝工作的結束，更象徵着一個階段的完成和成長的見證。王一博和趙麗穎在這一刻的表情和動作，被無數在場的人默默記住，也在無形中成為了粉絲和網友津津樂道的話題。拍攝現場的緊張氛圍已經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溫柔而深刻的輕鬆感。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這份來之不易的成就。最終，當兩人緩緩走出片場，夜色已悄然降臨，北京的燈光在遠處閃爍，而他們肩上的疲憊似乎也隨晚風逐漸消散。對於王一博和趙麗穎來說，這一天不僅是電視劇的殺青日，更是一次情感、努力與回憶的交匯點。每一個微笑，每一次眼神交流，都在告訴他們，也告訴所有在場的人，這段經歷將成為人生中難以忘懷的一頁。王一博穿着一件簡潔的白襯衫，領口略微敞開，袖口微捲，帶着幾分隨意卻又不失乾淨利落的氣質。他的肩膀略顯放鬆，但步伐中仍帶着慣有的穩健與自信，讓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長期訓練和舞台經驗積累下的自然狀態。趙麗穎則選擇了淡色的長裙，裙擺隨步伐輕輕搖曳，顏色柔和，設計簡約，既符合她一貫的溫婉形象，又透出一種低調的優雅感。她的髮絲經過簡單整理，卻散發出自然光澤，讓整個畫面看起來格外溫暖與和諧。儘管兩人沒有過分的肢體接觸，也沒有誇張的表情互動，但僅僅是站在同一個空間內的舉止細節，就足以讓在場的工作人員和細心的粉絲感受到微妙的默契。王一博偶爾會下意識地觀察趙麗穎的表情，注意她的微笑、目光或手勢，而趙麗穎也會輕輕調整姿態，回應她的目光。這樣的互動幾乎不被人察覺，卻像一種無聲的交流，讓彼此在緊張的拍攝結束後，找到了一絲難得的輕鬆與安心。在餐廳的光線映照下，兩人一前一後，仿佛在不言而喻的節奏中同步移動。王一博拿起一杯水，輕輕抿了一口，然後將杯子放下，順手調整椅子的位置。而趙麗穎似乎注意到這一細節，微微一笑，輕輕將手放在桌上，姿態自然卻充滿氣度。兩人的動作雖不刻意，卻在無形中形成了呼應，好像彼此心裡都有一條默契的線，連最微小的舉動也能被對方感知。拍攝殺青的情緒仍在空氣中回盪，工作人員陸續離開餐廳，有的低聲討論拍攝趣事，有的則拿起手機查看當天的照片與視頻。而王一博和趙麗穎仿佛置身於一個屬於自己的小空間，外界的喧囂在他們周圍逐漸淡去。他們低聲交流，內容或是對當天拍攝的感想，或是對即將到來的休息日計劃的討論，每一句話都帶着輕鬆的語氣，卻不失認真。細心的觀察者發現，王一博在談話中偶爾會微微側頭傾聽，而趙麗穎會用輕柔的語調回應。這種互動沒有誇張的肢體接觸，也沒有刻意的戲劇化表情，卻能在短短幾秒內傳遞出兩人之間熟悉的信任感。或許是長期的合作和共同經歷的壓力，讓他們在無需多言的情況下，也能感受到彼此的情緒和節奏。餐桌上的小細節同樣耐人尋味。王一博注意到趙麗穎面前的飲品溫度稍高，輕輕將自己的茶杯遞給她，讓她先品嘗。趙麗穎則輕輕點頭，微笑回應這一關心。這樣的細微互動，雖不張揚，卻讓整個晚餐的氛圍顯得格外溫暖。外界可能無法直接看到這一切，但通過照片、模糊的視頻或目擊者的描述，粉絲們能夠感受到那份真實的默契與舒適感。除了彼此的互動，周圍環境也在悄然營造出一種溫和的氣息。餐廳的燈光柔和，牆上的裝飾畫和輕音樂讓空間顯得靜謐而優雅。外面的北京夜色逐漸深沉，
街道上車輛稀疏，而餐廳內部則保留着一種溫暖的私密感。對於長時間生活在公眾視線下的明星來說，這樣的環境仿佛給了他們一個喘息的機會，讓他們能夠暫時放下身份與壓力，只是作為兩個普通人共享一個安靜的夜晚。在晚餐結束時，王一博和趙麗穎並沒有急於離開，他們在桌邊稍作停留，整理隨身物品，同時輕輕交談。王一博微微彎腰，將椅子輕輕推回原位，而趙麗穎調整裙擺時順便撿起掉落的餐巾紙。動作雖平常，卻在觀察者眼中透露出兩人的細心與默契。有人注意到，兩人偶爾會對視一眼，眼神中帶着短暫的禮節與溫暖，仿佛在說：“我們都經歷了同樣的日子，這一刻值得被記住。”雙引號。當夜色徹底籠罩北京，王一博與趙麗穎離開餐廳，各自踏上車輛。他們的背影被街燈拉長，在濕潤的街道上留下模糊的影子。雖無公開的親密動作，但在彼此心中，這一晚的相處已經足夠珍貴。對於粉絲而言，這一幕成了無限遐想的畫面；對於他們自己，則是一次溫暖、平靜而微妙的心靈交流。整個過程不因缺少大張旗鼓的表現而失色，恰恰是這種細微自然的互動，讓兩人在公眾視線下仍保持了一份真實與自在，也讓這段殺青後的故事充滿溫情與故事感。或許正是這種輕鬆而默契的氛圍，讓每一個目睹這一刻的人都感受到真正的信任與陪伴，不需要言語和動作的堆砌。最動人的細節往往就藏在平凡之中。殺青後的片場漸漸安靜下來，燈光依舊明亮，但大多數工作人員已經陸續離開，只留下少數幾個人在收拾道具和設備。王一博獨自坐在休息區的角落，手裡握着當天的劇本，目光專注而沉靜。白襯衫微微皺着，衣袖捲到手肘，透出一種隨意卻又不失幹練的氣質。他的眼神時而停留在文字上，時而望向窗外，似乎在回味當天的拍攝，也在思考未來的角色發展。空氣中彌漫着一種特殊的靜謐感，偶爾能聽到遠處收拾器材的輕微碰撞聲。王一博的眉頭輕輕皺起，又慢慢舒展，手指在劇本頁邊輕敲，像是在尋找合適的表達方式，也像在整理自己的心緒。他不急不躁，仿佛這一刻的獨處是他釋放壓力、理順思緒的最佳方式。幾分鐘後，他從口袋裡掏出手機，屏幕微微亮起。王一博敲下幾行文字，手指停頓又敲擊，動作中帶着一絲思量與慎重。信息並不長，但每一個字都顯得經過反覆斟酌。他微微靠在椅背上，深吸一口氣，然後輕輕按下發送鍵，手機屏幕閃爍着發送成功的提示。他的目光隨之落在窗外夜色漸濃的北京街道上，街燈把濕潤的地面映出微光，仿佛整個城市都在為他沉默着。不久後，趙麗穎的手機亮起，她的手輕輕拿起手機，屏幕上顯示了一條來自王一博的消息。她低頭看了一眼，嘴角輕輕上揚，露出一個微笑。這個微笑不大，卻充滿溫暖和柔和的情緒，像是對過去數月共同努力的肯定，也像是一種無需言語的默契回應。他的眼神略微閃爍，似乎有些意外，也有些期待。這個微笑是一種私人感受的釋放，是在片場緊張氣氛之後，找到一絲慰藉和放鬆。趙麗穎把手機輕輕放在膝蓋上，手指偶爾輕觸屏幕，像是在回味文字裡的每一個字。她的思緒慢慢被帶回到當天的拍攝中，王一博在鏡頭前的專注神情，自己在戲中努力詮釋的情感，以及兩人在台下短暫卻真實的交流。這個簡單的消息，仿佛在他心中點燃了一絲光亮，讓他感受到了一種默契的存在，一種只有自己和對方才能理解的溫暖。片場的光線柔和，
外面的夜色深沉而寧靜，偶爾有車輛駛過，帶起微弱的風聲和燈光閃爍。在這樣的氛圍下，趙麗穎的微笑顯得格外安靜和真實。她沒有立刻回復，只是靜靜看着屏幕，仿佛在感受王一博文字背後的心意，也在感受自己內心的情緒波動。那一刻，他的心情既平靜又帶着微微的悸動，這種悸動不是突如其來的激情，而是從長期合作、相互理解中自然流淌出的情感共鳴。與此同時，王一博在發送消息後並未立刻離開，他依然坐在那裡，手中劇本輕輕翻動，眼神偶爾掃向角落的燈光與影子。他知道片場的喧囂已經結束，而真正值得珍惜的是那些不被外界打擾的瞬間。或許在普通人眼中，他只是發了一條普通消息，但在他心中，這條信息承載了複雜的情感，感激、默契、關心，還有一種不易言說的溫柔。趙麗穎微笑之後，她將手機放到一旁，靠在椅背上，輕輕閉眼，呼吸緩慢而平穩。她腦海裡浮現出王一博在拍攝中的認真神情，以及兩人不經意間的眼神交匯。那一刻，仿佛整個世界都慢了下來，只剩下兩人的默契和微妙的情緒在流動。他感受到一種安全感，一種無需言語即可理解對方的默契感。這種感受讓他在繁忙的工作與公眾關注下，獲得片刻的寧靜和慰藉。過了幾分鐘，趙麗穎輕輕打開手機，思索着是否要回復。她的手指懸在屏幕上方，微微停頓，仿佛在衡量文字的分量和情緒的傳達。最終，她選擇暫時不回復，只是讓那個微笑延續在心底。這個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回應，無需多言，卻表達了她對那條信息的理解和認同。整個場景雖簡短，卻充滿細膩的情感。王一博的獨處與思考，趙麗穎收到消息後的微笑與沉默，以及彼此心中默默流動的情緒，構成了一幅靜謐而生動的畫面。對外人而言，這或許只是兩個明星的日常互動，但對細心的觀察者來說，這一刻透露出的默契、關心與微妙情感，讓人浮想聯翩，也為他們之後的故事埋下了溫暖而微妙的伏筆。在北京的夜色下，片場已經空曠，街道上車輛稀少，微風拂過，帶來淡淡的寒意。王一博與趙麗穎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，卻通過那條信息短暫連接。這樣的瞬間看似平凡，卻彌足珍貴。它沒有華麗的動作，也沒有公眾場合的聚焦，只有最真實的心理波動和最純粹的默契感。這種靜默中的交流，比任何高調的表達都更打動人心。有傳言稱，晚餐地點是位於北京朝陽區的一家頂級私人餐廳。這家餐廳以私密性和高端服務聞名，常常接待娛樂圈和政商名流，內部環境低調奢華，外人很難窺見其中的真貌。據說王一博和趙麗穎當晚被安排在專屬 VIP 包廂，房間的燈光柔和而溫暖，空氣中彌漫着淡淡的花香和烹飪香氣，牆上掛着低調的藝術畫作，木質桌椅散發着天然的香氣，每一個細節都透露出對私密與舒適的極致追求。兩人入座後，包廂內的氛圍顯得格外寧靜，沒有攝影機的閃光，也沒有工作人員的打擾，只有輕柔的背景音樂在空氣中流淌。王一博微微整理了一下白襯衫的領口，坐姿挺拔而自然，眼神透着專注。他靜靜地看向趙麗穎，仿佛在確認她是否感到放鬆與自在。而趙麗穎則穿着淡色裙裝，頭髮簡單束起，妝容恰到好處，展現出優雅與溫婉的氣質。她坐在桌旁，手指輕輕撫過餐巾，微微低頭看向菜單，偶爾抬眼與王一博對視，兩人之間無需過多語言，眼神中已透露出彼此的默契與理解。服務員輕手輕腳地端上前菜，每一道菜品都精緻小巧，色彩搭配講究。
王一博先輕輕夾了一份菜遞向趙麗穎，聲音低沉而溫和：“你嘗嘗這個，很好吃。”趙麗穎接過菜，微微一笑：“謝謝，你也嘗嘗吧。”簡單的互動，毫不誇張，卻讓人感受到兩人之間的熟悉和體貼。這種細膩的關心，並不在意外界的眼光，而是彼此之間自然流露的溫暖。晚餐過程中，外界的討論和猜測如同風聲般在網絡上蔓延。微博、貼吧以及各大娛樂論壇上，粉絲和網友們不斷推測兩人的關係。有人認為，這次晚餐僅僅是合作結束後的慶祝，也有人堅信這是兩人關係進一步發展的信號。無數討論帖和評論如潮水般湧入，每一個細節，王一博的眼神，趙麗穎的微笑，兩人交談的語氣都被粉絲解讀為曖昧或者默契的象徵。即便沒有確鑿證據，這種神秘與私密反而激發了更多的想象空間。在包廂裡，王一博拿起杯子，輕輕碰了碰趙麗穎的酒杯，低聲說道：“為了這段時間的努力，乾一杯。”趙麗穎輕輕回應，目光柔和而坦然，輕碰酒杯後品嘗了一口，仿佛在用最自然的方式表達感激與認可。兩人談笑間，偶爾交換拍攝時的趣事，也討論對角色的理解和對未來工作的期待。每一句話都顯得從容、真實，沒有公眾場合的表演痕跡，更多的是兩位久經拍攝磨礪的演員之間的默契溝通。餐廳外，夜色深沉，北京的街燈映照在濕潤的街道上，閃爍着微光。偶爾有行人和車輛從窗外經過，但 VIP 包廂內仿佛與外界隔絕，世界只剩下兩人的私密空間。王一博和趙麗穎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得以暫時卸下公眾形象的壓力，單純地享受彼此的陪伴。這種氛圍，對於長期生活在鎂光燈下的兩位明星來說，無疑是一種難得的放鬆與自由。晚餐中，兩人的肢體語言依舊克制而自然，沒有擁抱或誇張動作，但每一個眼神，每一個微笑，都充滿了溫暖的信號。趙麗穎偶爾低頭輕笑，王一博則輕輕回應一個微笑或點頭，彼此的理解似乎不需要言語即可傳達。這種默契正是長時間合作和互相信任的體現，也讓在場的工作人員和服務人員感受到一種平和與舒適。當晚餐接近尾聲，服務員端上甜點和茶水，王一博輕輕為趙麗穎倒茶，動作輕柔而不張揚。你最近一定很累，好好休息一下。趙麗穎微微點頭，輕抿茶水，眼神中帶着一絲感激和放鬆。兩人的目光短暫交匯，時間似乎靜止在這一刻，外界的喧囂與猜測在此刻顯得微不足道。晚餐結束後，兩人緩步走出餐廳。北京的夜風輕拂而來，帶着淡淡的涼意，也帶走了片刻的疲憊。王一博開門讓趙麗穎先行，他輕輕點頭致意，兩人沒有多言，安靜地各自離開。黑色和白色的車輛緩緩駛離，映照在夜色中的車燈如流星般劃過街道，仿佛也象徵着兩人短暫而美好的交匯。這頓晚餐雖然沒有官方聲明或公開報道，但對細心的觀察者來說，每一個細節都飽含深意。私密的環境，溫暖的互動，彼此間的默契與理解，使這頓晚餐超越了普通的慶祝性質，也成為兩人關係的一次獨特展示。無論外界如何猜測，這份默契和溫暖都只屬於他們自己，是鏡頭之外最真實的情感流動。拍攝期間，劇組人員就已經注意到王一博與趙麗穎之間的微妙氛圍。趙麗穎在王一博身邊時，表現得格外放鬆，不再是以往在鏡頭前的謹慎與端莊，而是展現出一種自然流露的輕鬆與舒適感。每當兩人休息間隙，趙麗穎會輕聲與王一博交談，偶爾伴隨一陣爽朗的笑聲，笑聲中帶着真誠與愉悅，讓周圍的工作人員也不自覺地感受到輕鬆的氛圍。
有一次在室外場景拍攝中，由於陽光強烈，趙麗穎戴着帽子坐在休息椅上，王一博主動走過去遞給她一瓶水，動作輕緩而自然，小心曬傷，多喝水。趙麗穎接過水，微微一笑，謝謝，你也注意防曬。這樣簡單的互動，看似平常，卻讓在場的工作人員感受到一種默契與關心。兩人之間的眼神交流不多言語，卻足以讓旁人察覺到一種難以忽視的親近感。在拍攝間隙，劇組常常會捕捉到兩人一起調試道具、討論台詞的畫面。趙麗穎偶爾會低頭在筆記本上記下劇本的細節，而王一博則會站在一旁，輕聲提出建議，聲音溫和而不帶任何壓迫感。這樣的場景持續了數日，使整個拍攝現場的氛圍顯得既專業又溫暖。即便是在緊張的工作環境下，兩人也能保持這種互相禮節與尊重的微妙平衡，讓旁人忍不住感嘆他們的默契非同尋常。休息時間，兩人偶爾會坐在一角分享零食或飲料。趙麗穎喜歡輕輕抿一口咖啡，而王一博則觀察她的表情，偶爾調侃一句：“你喝得太快了，小心嗓子不舒服。”趙麗穎輕輕一笑，順勢把手伸向零食盤，分享給王一博。兩人的小動作既自然又不失禮貌，讓旁觀者感到溫馨，同時也讓人猜測這份親近是否早已超越普通同事的界限。更令人注意的是，在拍攝過程中，趙麗穎表現出比平時更少的拘謹和緊張，她的笑容更為柔和，聲音更為輕鬆，而王一博則始終保持溫暖與體貼。他們偶爾一起回顧拍攝畫面，討論表演技巧，互相鼓勵與讚賞。這種互動既不做作，又富有真實感，讓現場的攝影師忍不住多拍了幾張照片，也讓其他演員暗自議論。這不僅僅是合作關係，更像是長期共事而形成的深厚信任。有一次，拍攝完一個較為情緒化的場景後，趙麗穎略顯疲憊地坐在休息區，王一博悄悄遞上一條毛巾，擦擦汗，別累着。趙麗穎接過毛巾，輕輕點頭，眼神中閃過一絲柔和。那一瞬間，劇組的工作人員都感受到兩人之間那份細膩體貼的默契，雖然只是簡單的動作，卻像是一種無聲的溝通，讓人聯想到鏡頭之外的真實情感。不僅如此，劇組成員還注意到，兩人在拍攝間隙會偶爾分享彼此的生活趣事。趙麗穎會談到旅行中看到的美景或小插曲，而王一博則會分享練習舞蹈、騎行或攝影的趣味經歷。這樣的交流讓緊張的拍攝間隙變得輕鬆愉快，也讓兩人的關係顯得更加立體而真實。觀眾在屏幕上看到的角色化學感，似乎正是在這些日常互動中自然積累而成。粉絲們在社交平台上也開始注意到這些細節。拍攝現場的花絮照片中，趙麗穎和王一博常常相鄰而坐，或者輕聲交談，甚至在休息時對視而笑。網友們對這些畫面議論紛紛，有人認為只是普通同事間的默契，也有人堅信兩人關係非比尋常。無論外界如何猜測，劇組成員都表示，真正的化學感來源於長期合作和彼此信任，而不僅僅是表演或宣傳的效果。正因為這些細節，拍攝現場的氛圍總是帶着一絲溫暖與柔和。王一博和趙麗穎的每一次交流都不誇張，也不刻意，但正是這種自然與真誠，讓人忍不住想要關注他們之間的每一個瞬間。有人感嘆，這種默契只有在長時間合作中才能自然形成，而他們無疑是彼此最可靠的合作夥伴。隨着拍攝日漸接近尾聲，這種微妙的氛圍愈發明顯。趙麗穎在王一博身邊的放鬆感，以及兩人在休息時的歡聲笑語，成為劇組最溫暖的記憶之一。無論是台詞討論、動作指導，還是簡單的喝水遞飲料、分享零食，
每一個小動作都顯示出他們之間的細膩互動，讓整個拍攝過程充滿了人情味和默契感。社交平台上突然出現了一張模糊的背影照片，照片中2個身影坐在餐廳的玻璃窗後，輪廓雖不清晰，卻讓不少網友立刻聯想到王一博與趙麗穎。照片拍攝角度遠，光線昏暗，只能看到2人低頭交談，身形輪廓與平日習慣動作高度吻合。這一瞬間，網友們紛紛認定這張照片就是2人在北京某頂級私人餐廳的身影，於是社交平台迅速炸開了鍋。粉絲們的反應可以用沸騰來形容，支持2人的粉絲紛紛在評論區留言，表達自己的興奮與猜測。太甜了吧！終於看到2人在一起的畫面，這一刻等了好久，原來他們真的走得這麼近。有的粉絲甚至開始翻找過去的花絮和互動片段，試圖尋找更多蛛絲馬跡，希望用細節印證自己心中的判斷。與此同時，也有理智的粉絲提醒大家，照片模糊，不要妄下定論，尊重藝人的隱私。雙引號。而吃瓜網友的熱情則更為直接和猛烈，他們在微博、論壇和短視頻平台上瘋狂轉發截圖，配上各種調侃和猜測，這背影照簡直是實錘。2人是不是剛結束拍攝就直接去慶祝？太有戲劇感了！網絡上迅速出現了大量關於2人的話題標籤，短時間內相關討論量飆升數倍。有人甚至制作了漫畫、同人圖，將照片裡的背影進行想象性的演繹，將2人的故事延展到各種浪漫場景中。媒體方面也被這張照片激起了高度關注，各大娛樂新聞平台迅速跟進報道，但由於缺乏官方確認，多數媒體只能以傳言或疑似為標題。娛樂記者們分析照片細節、光線角度、衣物輪廓、座位擺放，甚至窗外的街景，都被拿來作為推理依據。部分記者在文章中寫道，雖然照片模糊，但2人的姿態與平日互動極為相似，這無疑讓粉絲和網友浮想聯翩。雙引號。與此同時，這張照片也引發了對藝人隱私權的討論。一些理性的評論指出，不管是否真實，這種偷拍性質的照片很可能給2人帶來壓力。公眾不應將模糊的背影當作實錘，對他們的私人生活加以猜測。但在輿論的洪流中，這樣的聲音往往被熱烈討論和娛樂化的評論淹沒，更多的人選擇沉浸在看到真相的幻想中。對於王一博與趙麗穎本人來說，這張照片的出現無疑是一個微妙而複雜的刺激。2人或許早已意識到公眾的關注，但面對網絡上鋪天蓋地的猜測，他們選擇保持低調與沉默。王一博依舊在日常工作中保持專注，儘管社交平台的討論不斷，他依然按計劃參加排練、拍攝及採訪。趙麗穎則繼續參加各類活動，保持微笑應對記者提問。手腕上的銀色手鏈成為粉絲解讀的又一暗號，似乎在默默回應2人之間的默契，但又不願將私人情感公之於眾。這張照片也讓粉絲和網友開始幻想更多場景：2人是否在討論合作計劃？是否只是單純的慶祝拍攝完成？或者，這只是他們短暫的相聚，卻被放大成網絡輿論的焦點？每個人心中都形成了不同的故事線，仿佛背影之外隱藏着無數未說出口的情感。網絡上各種解讀層出不窮，有人認為這是愛情的信號，也有人認為只是普通朋友間的互動。無論哪種觀點，討論熱度絲毫未減。與此同時，這張背影照片的傳播也影響到了社交平台的算法推薦。相關話題被推送到更多用戶首頁，引發了更多未關注過2人的網友參與討論。評論區中既有熱情的支持者，也有質疑與冷靜分析者，形成一種奇特的輿論生態。一張模糊照片讓公眾，
媒體和粉絲都陷入了對兩人關係的無盡揣測中。儘管沒有官方回應，這張背影照無疑成為網絡上的實錘象徵。它讓公眾在無法直接證實的情況下，用想象力填補細節，使兩人的私人空間被無限放大，也讓兩人的名字再次成為熱門話題。然而，對真正關注兩人專業表現的人而言，這張照片更像是一種無聲的故事線索。它記錄了兩位演員在緊張工作之餘的互動，也映射出他們在鏡頭之外的默契與理解。在喧鬧的網絡世界中，這一張模糊的背影照像一面鏡子，折射出粉絲的熱情、網友的好奇、媒體的推測，以及兩位演員內心的細膩情感。它可能無法完全還原真實，卻成為了公眾想象與情感共鳴的觸發點。照片的存在提醒人們，有些故事不需要名言，也許只需一個背影，就足以讓人記住那份微妙的聯繫與默契。不久之後，兩人確認將合作出演全新愛情題材影視作品《光的記憶》。官宣一出，立即引發了全網的熱議，討論量瞬間飆升。社交平台上，粉絲們爭相轉發官宣消息，微博、豆瓣和各大短視頻平台上充斥着關於兩人的評論和話題。粉絲們興奮地在評論區留言：“終於等到你們同框了，這次一定要衝榜！”從殺青晚餐到新劇官宣，這故事線太甜了。各種熱烈的評論如潮水般湧來，短時間內話題就衝上了熱搜榜前列。不僅粉絲興奮，娛樂圈的媒體也迅速跟進報道。各大新聞門戶、娛樂欄目和自媒體紛紛發布解讀文章，有的分析兩人在過去項目中的化學反應如何延續到新劇中，有的討論劇本題材、角色設定以及對兩人形象的期待。部分記者指出，這部愛情劇的選擇無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商業與藝術結合。兩位主演不僅擁有強大的粉絲基礎，過去的合作默契也讓觀眾充滿期待。與此同時，粉絲和網友的討論迅速分化為不同層面。一部分人沉浸在兩人可能產生的浪漫情愫中，想象着熒幕內外的互動；另一部分人則更關注作品本身，對劇情、角色和拍攝質量進行推測和分析。他們這次合作會比上一部更甜嗎？導演是誰？編劇是誰？場景和服裝會不會延續之前的浪漫風格？各種猜測讓話題延伸至幕後制作的各個細節。劇組內部的氣氛也因官宣而微妙變化。工作人員透露，王一博與趙麗穎在第一次讀劇本時表現得格外專注，但眼神偶爾會不自覺地交流，仿佛在用無聲的方式確認彼此的默契。導演和助理導演感嘆，這種在工作中的自然互動，讓兩人在表演中的情感更容易真實呈現，也讓整部劇的拍攝氛圍更加輕鬆而自然。工作人員甚至戲稱，他們的默契不僅在劇本裡，更在日常交流中流露出來。雙引號，粉絲們則在網絡上進行密切關注，分析兩人的細節互動。有人注意到，兩人在宣傳活動中會穿戴相似風格的配飾或服裝。有人發現他們在同一時間段發布的動態似乎暗含默契。這些微小的細節被粉絲們解讀為暗號，引發大量討論和創意內容的創作，例如剪輯視頻、製作同人畫和短視頻，甚至有粉絲將兩人之前的合作花絮和官宣內容進行對比，嘗試找出更多化學反應的蛛絲馬跡。此外，網友和粉絲的熱情也帶動了相關話題的商業價值。一些品牌營銷部門迅速關注這一合作，開始計劃贊助合作活動和宣傳推廣。各種預告片、花絮和採訪片段被提前制作並發布，進一步提升公眾期待。尤其是兩人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動，無論是點讚、評論還是轉發，都成為粉絲解讀和追蹤的重點。每一次微笑，每一個眼神，
都可能被視作劇情延伸或幕後默契的象徵。官宣後的幾天裡，網絡上出現了大量猜測文章和視頻，其中不乏對劇情可能發展的分析，以及對兩人私下關係的推測。即便如此，王一博與趙麗穎依舊保持低調，兩人沒有就所謂的緋聞進行公開回應，而是專注於劇本研讀和角色準備。這種沉默反而讓粉絲和網友的關注更加集中在作品本身，期待兩人在熒幕上的真實表現。新劇的籌備階段，王一博與趙麗穎被安排在封閉式的排練室進行第一次聯合劇本閱讀。工作人員表示，室內安靜而專注，翻頁聲、呼吸聲和輕聲交流成為唯一的背景音。每當兩人對到台詞時，聲音的融合和情感的自然流露，都讓在場的劇組成員感到驚訝和感動。有人悄悄表示，他們的每一次眼神交流都像在演示台詞以外的故事。隨着官宣效應持續發酵，粉絲的期待值不斷被推高。社交平台上，光的記憶、王一博、趙麗穎等話題迅速成為熱門標籤。網友們在討論劇情、角色、拍攝花絮的同時，也在想象兩人的幕後故事與默契。雖然現實生活中沒有確切公開的信息，但粉絲們通過蛛絲馬跡和過往合作細節，構建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世界。可以說，《光的記憶》的官宣不僅僅是一次普通的影視項目宣布，它引發了全網關於王一博與趙麗穎的關注浪潮，也讓粉絲、網友和媒體共同進入了一種期待與想象交織的狀態。無論最終劇情如何，這一次合作已經在公眾心中留下了濃烈的印記，而兩人在熒幕上和幕後展現的默契，也讓這個印記更加深刻而難忘。